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株的传播，正促使世界各地采取新的封锁措施。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敦促各国领导人通过增加疫苗接种工作和公共卫生措施来遏制新冠病例的激增。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就呼吁中国民众放心接种国产疫苗，对德尔塔变异株也有效。钟南山周六出席了上海科技大学2021届毕业典礼，他引用了最新的研究数据，证明国产全病毒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并呼吁大家放心接种国产疫苗。建立群体免疫什么？首先一个到底有没有用啊？可以看到，对印度株，我特别关注印度株，它是降低了，但是还是有效的。用中国的这个全病毒灭活的疫苗株，它对感染的保护率，对发病的保护力，对肺炎的保护力，对重症的保护力都是有效的，所以应该放心的注射国产的疫苗，对印度株都有效。钟南山特别指出，德尔塔变异株传染很快，非常狡猾，因此过去发病前2天的家人、同办公室、1米之间同吃饭、开会的这一密接的概念，应该更新为在同一空间、同一单位、同一建筑，在发病前4天相处的。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也提醒，德尔塔的致病性和传播力都有所增强。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提高防疫措施的及时性，并加大力度预防新冠。冯子健还预判，德尔塔变异毒株很可能会成为全球更多国家地区下一阶段疫情传播中主导的流行毒株。这种变异呢，特别是传播能力、传染性的增强，是有利于病毒生存，有利于病毒它的播散的。在疫苗呢还没有建立起这个非常有效的人群免疫屏障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我们仍然要坚守这个现行的这些公共卫生和社会防控措施，这些措施呢要更严格执行的。外界注意到，在世界卫生组织所列的4个需要关注冠状病毒变种毒株中，德尔塔变异株成为导致许多国家病例激增的元凶，令亚洲、非洲以及欧洲多国和地区的解封日期延后，甚至在最早发现贝塔毒株的南非已经成了病毒流行的主导。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的欧洲杯足球赛更被外界视为新冠病毒的超级传播者，多地报告球迷观赛后发现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大型体育赛事是否会导致下一波疫情的担忧。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从伦敦和俄罗斯圣彼得堡返回自己国家的球迷当中有数百人确诊。苏格兰周3通报近2000例与欧洲杯比赛相关的确诊病例，其中2/3的人表示6月18号曾到伦敦观看英格兰对苏格兰的比赛。圣彼得堡目前也是俄罗斯新增确诊病例数较多的城市之一。此外，莫斯科市长也证实，当地新增确诊有90%都是感染德尔塔变异株。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葡萄牙已决定从周5开始，在包括里斯本在内的45个城市重新实行宵禁。而最先发现阿尔法变异株的英国，现在90%以上的新感染病例为德尔塔所致。政府缩短了40岁以上人群接种第2针疫苗的间隔时间。欧洲疾控中心发出警告，到8月初，德尔塔变异株预计将占欧盟境内所有新冠肺炎新增病例的70%，任何松懈都可能重演去年秋季的局面。碰上这个欧洲杯这么一个盛事了，很多我们说这个欧洲人呢都放弃了所应有对这个新冠病毒应有的这种警惕，使这一期间呢，这个欧洲的新冠疫情呢又有着新的发展。更令外界担忧的是，病毒一变再变。正当各国忙于为德尔塔制定应变之策的时候，印度通报出现了德尔塔毒株突变的毒株德尔塔加。这个突变具有3个令人担忧的特征：传染性增强，与肺细胞受体的结合更强，并可能降低单克隆抗体反应。专家担心，德尔塔加可能使疫情严峻的印度再爆发新一波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敦促各国领导人通过增加疫苗接种工作和公共卫生措施来遏制新冠病例激增。他警告说，德尔塔变异株已在至少98个国家和地区被发现，且在继续变异和进化。The Delta variant is dangerous and is continuing to evolve and mutate, which requires constant evaluation and careful adjustment of the public health response.
世卫组织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技术负责人范克霍夫提醒，德尔塔变异株有可能会致使疫情曲线出现指数级的增长现象。已有多项研究显示，完成2剂疫苗的接种能抵御德尔塔。世卫专家也强调，疫苗对预防重症和减少死亡仍然有效。然而，新冠疫苗在全球范围内分配的严重不均，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鸿沟。一些富裕国家囤积了远超自身所需的疫苗，贫穷国家却仍然疫苗难求。当前，至少30个国家还没有接种任何疫苗。美国拜登政府曾承诺在6月底前向全球捐赠8000万剂疫苗，但直到6月30号，其捐赠的数量仅为2400万剂，连承诺总数的1/3都不到。美媒爆料，白宫在为疫苗援助承诺食言找借口，企图把锅甩给物流，宣称是因为一系列物流和监管障碍减缓了美国疫苗外交的步伐。对于美国政府顽固坚持疫苗民族主义、自扫门前雪的做法，美国媒体自己都看不下去了。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发表题为《美国疫苗民族主义行不通》的文章说，美国在为本国国民接种疫苗的同时，没有一个分享其富余疫苗或输出疫苗原材料和技术的全面计划，这样也会增加美国自身的疫情风险。新冠疫苗的开发呀，实际上是一种高技术、高资金的这么一种比拼。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方面的比拼当中啊，这个发达国家呢是走在了前面。但是我们说，如果发达国家仅仅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话呢，那么在欠发达国家所产生的变异病种呢，就会危及这些国家的这个疫情状况。特别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全球化高度发展的这么一个情况下呀，发达国家有义务也有条件呢，向欠发达国家伸出援助之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五证实，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方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共产品的第一属性，在自身需求巨大、疫苗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向国际社会供应了4.8亿余剂疫苗，是世界上对外提供疫苗最多的国家。中国疫苗的足迹遍布全球5大洲。截至目前，中国已向近100个国家提供疫苗。中方也宣布向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首批提供1000万剂疫苗。中国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为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作出贡献。